那大家好，我是 FCG RZ。这个礼拜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期马力斯的 MD 环境报，也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这个马力斯新卡包出到现在应该2个礼拜左右吧，我自己玩下来的一些新的感想，然后环境大概呈现什么样的状况，然后构筑啊什么的有什么特色，然后哪些卡组玩起来可能稍微比较厉害一点。说实话，这一手 MD 玩家为了应对马力斯这个卡组的针对，然后还有构筑的开发，就真的是各种各样都有，就什么圣枪啊、猎人啊，怎样样来啊。那牌组除了 MD 底层罗杰千年，然后还有超融合啊、陀螺轴的投入，就针对这个卡组的研究真的是不分国界啊。那提到不分国界，就会想到什么？没错 ，VPN。感谢本期影片由 Surfshark VPN 爸爸赞助播出。我自己平常也常用 Surfshark VPN 来看一些 Netflix 上的动画，反正大家知道我常不在台湾。那像这一季我想看那个章鱼 P 的原罪的时候，有了 Surfshark 帮忙，就可以无压力在 Netflix 上轻松挂机收看，整个人都 happy 了起来。那 Surfshark 最大的优点就是一个账号可以无限装置分享 ，CP 值真的很高。它还遵守不设日志记录政策，可以保护你的连线安全，然后玩游戏啊、看影片都不用担心被追踪。那现在只要点击描述栏的专属连结 surfshark.com RZAY777，那输入我的优惠码 RZAY777，多拿4个月的服务哦。那想要安全无国界享受网络的人还在等什么？现在就赶快试试看 Surfshark 吧。OK， 好，太棒了。一样感谢本期影片由 Surfshark VPN 爸爸赞助播出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正题吧，就是马力斯的环境报啦。那一样就前情提要，就是其实也不用讲了嘛，就新包出了什么，出了马力斯，那剩下的主题其实不是很重要，就它在竞技里面本身使用的也少啦，就是不管你是说以赢为目的的那群玩家，或者说你在天地上会遇到的，其实真的很少，就包括那个风君和新的相剑用的人真的很少，相剑可能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下，但其他真的很少，所以我们就暂时不提，我们就只提马力斯这样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影响环境的是进线卡表，但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。那后面会再提到我对就整个进线卡表对这个环境影响的看法啦。对，那其实这个进卡表就是蛇眼小绿镜子和魔下的现衣而已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大家最爱的 T 表，好，那 S 的部分毋庸置疑，马力斯就。这卡组确实在机体上真的比 MD 线环境的卡组都来的更加全面，然后也强上不少。加上它本身性质是大眼牌的关系，也很适合就是 MD 这个性质，就是 MD 这种 BO1 的性质，大眼牌确实很吃香的。那再来 A 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超级多，就是排到右边都排不下。那为什么？就是这个环境其实非常的极端，因为马力斯这个很强的主流出现的关系，就大家基本上都在针对马力斯。那针对马力斯会投入的就是3把枪。那只要你是个不吃圣枪且你有空格带圣枪的卡组，其实在这个环境都有立足之地，所以 A 排了很多很多。对。那我自己觉得机体上还可以且能带圣枪的牌都会排在这里，就海皇啊、白龙啊、天杯，甚至被砍的蛇眼、烙印、记忆物，然后甚至优贝尔，对我觉得都可以排在这边没有问题。然后 B 的话，就这个深渊克魔跟白森，就白森我觉得他机体有点没有那么好，但没事，白森还有强化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然后深渊克魔就。深渊兽这版有点弱，对，马力斯自己都会带深渊兽，那深渊兽不知道来干嘛的，所以深渊克魔评价不优，但他也可以带神枪，所以就你真的想玩也能玩。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水晶技巧，这个由 Task 使用的千年水晶夺得这一次 WCQ 第1的牌子，为什么被我排在 B 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这个，没错，环境现况。圣枪，混沌猎人，对，就大家为了抓马力斯，投入了大量的圣枪以及混沌猎人，几乎是人均3把枪。那水姬这个卡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超怕枪，就是
过往水姬的优势是小手坑对他用处不大，但是他很怕枪这个手坑，但大家根本不会投入枪，因为上一个环境的主流是克某蛇眼，那就算水姬很多，你也不可能为了针对水姬去投入枪啊，因为你如果带了圣枪去打水姬的话，上个环境你就会说，哎呀，我排到蛇眼，我排到白龙，那枪一点屁用都没有，所以不可能为了打水姬去带圣枪。但这个环境最多是什么？玛丽斯，那圣枪就是打玛丽斯最厉害的武器。就任何卡组，你只要愿意投入3把枪，你打玛丽斯就会多了好像15%还多少的胜率吧？我记得有人算过，就是非常的厉害。就你只要愿意带圣枪，你就可以5-5开玛丽斯，甚至优开它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还有混沌猎人也是，就很厉害。对，所以水姬被我排到了那个 B 的最下面，也是这个原因。好，所以。简单一句话来说，这个环境其实你只要不吃圣枪且能带圣枪的牌，在环境都有立足之地。对，那马丽斯虽然被针对，但我认为还是这个环境上很明显机体最强最好的卡组啦。对啊，所以就喜欢的、愿意尝试的，我都很推荐玩一下这个卡组。就毕竟旧的都玩过了嘛，就有点小无聊。如果你一直玩旧的话，对，但是。就如果你真的不想玩，就你有你自己的坚持在那，我认为很多卡组都是可以玩的，只要你愿意调整一下构筑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简评一下这个环境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有点小恶心啦。硬要说的话啦，就虽然好像啊什么卡组都可以玩一下，都可以拿来抗马，但是就一来是这些卡组确实有点玩腻了，因为玩太多了。那你如果玩玛丽斯又要被圣枪针对，就很难受。就你玩玛丽斯难受，但你不玩玛丽斯其实也难受。就是你没有抽到圣枪的时候，你打玛丽斯确实就没有特别好打的卡组，有这种感觉。但你就是你玩被针对，不玩你没抽到圣枪也是被他恶心，所以就很恶心。然后你比如说你玩海皇好了，不，你玩蛇眼好了，然后你后手抓了枪。准备大展拳脚之后，对面下了海皇子，你要中风。我自己觉得玛丽斯还是一个好玩的卡组，所以推荐大家尝试一下。那被针对就被针对吧，就放宽心一点，心态摆正一点。对。不过确实这环境玩玛丽斯也挺恶心的，不得不说，就心态要好一点。这个我前2天玩的时候，我也是有点扛不住。玛丽斯的卡组狗才玩，真的，有时候被弄到真的是这种感觉。但他毋庸置疑还是很强的，就是因为他够强，所以才会有3把枪去针对他。这个就不要搞错了，就肯定不是玛丽斯在环境上弱势，因为就是你太强的太夸张，大家才愿意拿3把枪去搞你。对，这个其实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进到牌组构筑的部分。那玛丽斯的话，目前有大概3个流派，一个是千年的，然后再来一个是陀螺的，还有一个是纯的。那其实千年跟陀螺大逻辑上都是为了应对圣枪啊，就是你在中圣枪之后，你有更多的令可值可以去做操作，去做到那个红皇后抓速攻这个妥协，甚至有时候更好一点，搞不好什么白皇后盖复活，然后那个。再出一个神功之类的，这样就几乎跟打完没有差太多。对，就千年跟那个陀螺的优势都是这样，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那个怪可以去提供你做展开这样子。对，那其实怎么组我觉得都行啦，就是圣枪至少要带1把拿来剑子，然后千年的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适合带灵王，因为真的很糖，就是你开灵王之后手上千年不会亮，这个真的。我自己不能接受，有些人还是照带，因为灵王本身是一张 power 比较强的手坑，但我不推荐。就是我觉得你要带千年灵王还是放弃，就是带个炮影意思意思，或是你要带到更多的鸟居、更多的圣枪去针对内战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。对，好，那关于玛丽斯构筑后面还有一些比较细的部分，就之后再讲。那给大家参考一下，这边是千年玛丽斯。然后再来是这个陀螺玛丽斯，那陀螺的话，前面千年就不用讲吧，就老套路，就是那个醉龙真血宫去翻玛丽斯名的这样。那你只要翻到玛丽斯名，随便一只都打完。好，那再来是陀螺，陀螺的概念就是你跳陀螺，然后抓竹蜻蜓，跳竹蜻蜓，2个可以出黑天使。那因为玛丽斯全家都是3星的关系，你可以堆下任意你喜欢的玛丽斯去。进行那个玛丽斯名的调度，然后透过渊兽或是3月兔把它除外，或是你可以出小叶或蜥蜴
去把它除外，就多补一个值去出小右西把它除外，那就可以连接到玛丽斯打完。对，那一般堆下去要么睡鼠，要么白兔，就看你的手牌去决定这样子。那如果你都有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堆那个小火马，可以在对手回合加速出红心，或是甚至堆灰流利用防火墙去调度，都是可以考虑的。但一般为了展开韧性，我们还是直接堆下玛丽斯明的怪兽比较多啦。那一样，你在吃圣枪的时候，你只要手上有玛丽斯明的怪，就可以简单的去连接到红皇后这样子，就可以找速攻妥协。就经典玛丽斯中圣枪妥协，就是红皇后抓速攻。那一个无效之后，对手回合红皇后跳白兔回来，然后可以再盖那个07，多一个除去，这样就一个速攻一个除去。对，那搭配你的手坑一般都还算能活下来。那陀螺型的，我自己觉得灵王是可以带的，因为就算你开了灵王，其实这个陀螺 link 值还是跳得下来。就虽然它不能抓足蜻蜓了，但本身还是跳得下来，所以还算可以接受。比起千年直接死在手上，我觉得算好一点。那这个就见仁见智啊，就是灵王你要不要带都可以，但我觉得灵王在目前环境是一个非常高 power 的手坑，所以我觉得在构筑上尽量都要去能带上灵王这样子。对，一样牌组码在上面，大家可以自己抄。然后再来是期待超融合的这个纯玛丽斯。那前面那一套陀螺轴其实也有额外可以带超融合，你只要踢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就行了。那超融合的话，就是要带到这3个额外。主要这个伊格尼斯石头人是针对玛丽斯目前的中场，也就是神功防火去直接把神功防火抄掉。那内战上你会比较有一点机会翻盘，但我必须跟你讲，这个超融合不是抄完就赢，因为玛丽斯的台面很立体，就是它是在你回合把白皇后复活过来，然后把一堆怪全部复活起来。那如果它有红心的话，挡还会有2个除外，就非指定的除外。其实一般卡组不一定那么好过，那你甚至内战也没有那么好过。就你只要令壳值被除去掉，其实常常也翻不了。它完整展开的话，会猫抽2，然后白皇后自己回合抽1，在你的回合再抽1，总共抽4。那就算那个你回合那一张没有抽到，他也抽了3。那以玛丽斯的手坑浓度来说，你要过他额外的手坑其实还蛮难的，就是手坑加2除是很硬的，我自己觉得。所以这个超融合只能说有机会。那我觉得它更常是你先攻的时候盖下去，其实内战上你很容易拦停对手，因为就一次除去掉2个怪兽，其实常常会没有补点，就会补不完这样子，所以这个是还不错的。有超融合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它比较像是你先攻的时候可以去拦停对手这样，那这是一个思路，大家可以参考。然后纯的你如果不想带超融合也可以，可能就带更多的3月兔、冤兽之类的。对，好，那关于什么暗抽啊、锁鸟啊、深渊兽这个类的，我后面再讲。就是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其他牌组的那个构筑。对，那因为其他牌组构筑应该不用讲那么久，就很快带过。那些比较细部的玛丽斯构筑问题，大家很常问的，我后面会一并解释给大家听哦。然后这个纯的我有放那个红色重启的，前面的也你想放也可以。我觉得红色重启在这一版其实意外的还行，对，就是玛丽斯自己先攻其实可以用，就拿来挡什么灵王炮影之类的，其实都行。就你如果没有这种其他手坑能打完的话，你后续做连马的场子其实够把它盖的东西都除去掉。那后手一样，你就是打内战、打白龙什么的，其实都红色重启都还不错，但也不是那么关键，就是不是开下去就赢，所以就我也还在尝试，就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就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不保证是对的，就是可以尝试看看这样子。而且最近 Meta币不是也挺多的嘛，就重启厉害，反正你过不了后台的陷阱，你也别想碰他前台的结界像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就一定有胜率上的帮助了。这样，好，那接下来是非玛丽斯的卡组。首先是蛇眼，蛇眼在小绿静止之后，原本觉得快死了，但其实也还好。就是你放3把圣枪，然后原本该有的照打，其实我觉得都还行。就可能自锁能力稍微差一点，但应该也是无伤大雅。对，那蛇眼这个卡组，就现在只有一个调度炎龙点，这点比较伤，其他都还好。硬要说的话。对，那小绿少动点也是稍微少一点，所以我目前是觉得可能要带上索隆蛇，就增加一点展开完的几率啦。就原本我觉得展开率算 OK， 但是可能少了小绿之后确实有差一些，所以索隆蛇可能还是要带这样。那基本上这环境非玛丽斯的卡组标配都是
这个3把圣枪。你只要带上3把圣枪，人人都可以参加这个慈善抓马大赛。对，人人都能玩慈善抓马大赛。建议投入3把圣枪。对，那构筑上大概就这样，玩法真的都没有什么改变，就还是那个老样子，就是蛇眼。对，那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个环境少了小绿，并不是他变弱势的主要原因，其实最大的原因是那个锁鸟不够厉害了。就以往锁鸟通常都可以缩小到对手牌面，但面对马伊斯的时候，锁鸟是一张很弱的手坑，所以就比较尴尬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蛇眼在这环境少，一方面是喜欢玩蛇眼的人可能去玩马丽斯尝鲜了，二方面是这个锁鸟相对弱了。对，在这环境没那么厉害了，自锁能力也变弱，大概就这样。但你只要带3把圣枪都行。对，然后再来是白龙，白龙也一样，就你愿意带3把圣枪，其实就还是很能玩。就白龙虽然大家会说什么好像是不好打马丽斯的卡组，但我觉得也还好，就是你先手只要能打完，其实马丽斯也不一定过得来，也很难过得来。硬要说的话，你只要能做出就双精灵龙，然后后台微光穿光这样，不一定要穿光，就是双精灵龙后台微光，其实常常那个微光马丽斯头就很痛了，所以。就白龙也是还能玩的卡组，加上他自己也不吃圣枪嘛，就这些卡组只要不吃圣枪，其实都能玩。然后你只要带3把圣枪，你就提升了对马丽斯15%的胜率。对，那任何卡组你要说又开马丽斯都行，因为你只要有枪丢下去就赢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你只要丢下去就是会赢，真的。你打完有一点场面，他拿那个圣枪是没有办法的，他只能按投降，这是真的。这3把圣枪甚至让我听到有人说什么白龙会优开马丽斯这种说法，我是不认同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可能，就你机体上确实不优势，你那个穿光打他就是比较弱，对，但3把圣枪就是厉害，对，所以你要说白龙那个白龙优开马丽斯，我也只能说哈哈，好吧，反正你有3把枪，确实所有人都优开马丽斯。马丽斯在这环境就有这种窘境啊，就虽然他很强，但是他就是被那3把圣枪优开，而且其实圣王有时候也可以打停马丽斯，所以白龙整体也不差了，对啊，白龙是真的能玩的，虽然劣势，但是也没那么糟，就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构筑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海皇，海皇也是比较那个啦，这环境比较算崛起的一套卡组，就。上个蛇眼 DC 的时候也很多，但其实那环境真的是逆风而行，因为蛇眼太多的关系，大家都会带3锁鸟。海王这个卡组，你再怎么去调整构筑，吃锁鸟终究是不舒服的。所以，这环境锁鸟少了以后，那个海皇就冒出来了。对，而且它本身也不吃圣枪，也能带圣枪。那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这种雪花之光的构筑啦，因为。海皇本身就是真的蛮卡的，但雪花应该是可以有效降低这件就卡牌的几率的，所以我推荐大家尝试一下这个雪花之光这个构筑。那一样牌组代码在上面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样，就我这最近比较少玩啊，但之前有玩过一段时间。就构筑大家可以再自己做微调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进到马丽斯的构筑问题，那。最常大家问的，首先是这2张卡片，就什么叫，就比如说什么为什么淘汰锁鸟，什么为什么淘汰暗抽？对，我觉得很难说叫淘汰啦，只能说暂时不选择而已。就锁鸟本身，刚问题其实也多少都有提到，就是它作为手坑的功能是在下降的，就是降到一个有点无法接受的程度了。就是因为马丽斯太多的关系，你在打内战的时候锁鸟太弱了，那基本上你也只能挡抽牌系。但马丽斯面对鸟居其实是有还不错的妥协能力的，就你们可以试试看啦。就如果吃鸟居，你们一般会怎么妥协？其实马丽斯大部分都可以妥协到一个还不错的中场，所以吃鸟居也还好。那吃居本体比较痛，但是其实也是能妥协，所以。没有刚需到一定要那张锁鸟去锁那个居啦，主要还是锁鸟这张卡片作为手坑的功能在下降。那如果环境上越来越多海皇之类的卡组，那锁鸟就是可以考虑再投入回来的，就随时马丽斯都可以拥抱它，就这样。但现环境我觉得暂时不是那么需要，因为内战才是最多的主轴。对，然后再来是暗抽这个卡片，暗抽这个卡片也不是说什么已经淘汰了之类的。
就这卡片有一种无功无过的感觉。你就想，有人说带暗抽增加启动率，那它会增加你启动率，只有一个状况，叫做你起手是暗抽加深渊兽。对，那这个状况的话，就是你有其他辅助的暗，所以你会愿意开那暗抽，那有可能你抽完马丽斯牌就动了。但你如果手上是无暗的状况下的话，暗抽本身就根本不是重点。那你手上如果原本有马丽斯的话，那暗抽有没有也没差，除非它是3月兔或是单只的猫，不然这个暗抽不会增加你的启动率。所以它有点像是随动键的一张卡。那我的理解上，它是一张拉上线的牌，就是它可以放一张，但不会可能想放的，它可以放1张甚至到2张，但我觉得3张一定太多，对，大概这种感觉。当然还是要看环境，还有你牌组构筑啦。如果你牌组超多深渊兽，就比如说有深渊兽很厉害的环境，那暗抽或许就够厉害。那其实暗抽这个卡片少，我还有听过一种说法，什么你先暗抽，你马丽斯就会中锁鸟。其实我觉得就不是重点，就不是重点，就锁鸟不是重点，因为一来是锁鸟少，二来是吃了就吃了，根本没有差。就你的场面还是该打的都会打到，你就是那个红皇后不能检索，猫不能抽而已啊！你已经掉对面手牌了，你还要求什么？但对面丢锁鸟，他已经掉自己一张手牌了，你还要求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就真的没有差那么多，就这个暗抽会不会吃锁鸟，这反倒不是重点。而且甚至 MD 的环境相对是利好暗抽的投入的，因为大家的圣枪比较少在抽接或准接直接丢，就大家会怕说你那个圣枪是打到其他对局，你会想要护航手坑通过，而非准接直接甩下去。所以这个暗抽其实大部分状况下都是开得出来的，只要你手上有暗。对，那暗抽连锁圣枪会发生什么事？就是你只要有抽到暗，你给他看，就算没办法除外也不用全丢啊。如果没有抽到暗，还是要全丢的。对，就暗抽状况是这样啊。但是如果抽接直接丢圣枪，暗抽是不能开的，所以在 MD 环境上，其实暗抽的投入还反而是利好的。但暗抽这个卡片本身就效益一般吧，我觉得效益一般啦，就见仁见智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后来越来越减少投入暗抽的原因。对，那其实暗抽本质上也是2卡动啦，就是搭配马丽斯明的。那深渊兽就常常可以起到它的工作，而且深渊兽本身也是一张小手坑，就是半张手坑，然后半张辅助展开点，所以深渊兽投入反而是更多一点这样子。所以他们竞争卡位下，可能最后就暗抽格子就挤去给深渊兽了，就这种感觉。那还有几个比较常问的问题是，深渊兽要带蓝的还是黑的？那我觉得马丽斯一般是会更期望带黑的啦。就你有时候被打停之后，那个黑的在对手回合是一个额外的阻抗，对，就这个比较容易帮你活下来。那蓝的解场功能其实没有那么强，大部分不需要。所以如果你只能带2只的话，一般会带马格，不用说最强的一定带。那再来就是这个黑的。就这2个一般会带这2个，那如果可以带3个的话，就会再补投入蓝的这样子。就蓝的也不是一张差的卡片，只是相对于黑的在马丽斯里面的功能性来说，我觉得黑的稍微厉害一点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来是这个 TB 跟采流体哦，就最近的构筑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这2张卡是越来越少，对，越来越踢出构筑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上的问题，而非进步或是落后的问题。对，就我不会觉得你放采流体或是你放 TB 就特别落后，或者说你是新手，所以你才要这个去补 combo。我觉得不是，就是放他们是有他们的好处在的。放采流体其实打完就是不可能输，真的不可能输，中段会相对更大一些。然后TB 也是，就 TB 这个卡片，你再怎样都是增加那个2卡动的几率。说实话，就你换成手坑，它也不一定可以动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你 MD 就是要求能打完。那 TB 它是一个就还蛮好的方式，可以让你2卡动的。就比如说 TB 加3月兔会动，手坑加3月兔并不会动。对，所以如果你要舍弃掉 TP 的位置去放手坑的话，那就有这个问题。当然后手抓一个 TP 在手上就很憨。对，所以这真的要看你怎么选择。我觉得不是说构筑先进或落后的问题。那 TB 在 combo 上也会多一个场子，这个也有差。对，相比你是直接抓那个盖07开的那个有差。当然单白兔的状况下，你其实单07开也能打到一定的中场，问题也不是很大。
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舍弃掉 TB。对，那其实我觉得 TB 在拉锯的时候，有时候也蛮厉害的，就你对手结决战，你跳一个红心，然后自己回合就可以用，这个有时候也差蛮多的。虽然跳不回来，但红心的那个除外就很厉害了，在打那种比较慢速的牌组的时候，那个红心开局就是那叫什么红心抽牌阶段直接飞，那个很多牌组也不舒服的，真的有差。其实就是因为额外越来越没有给彩流体位置的关系，那个 TP 就越来越少，因为你不需要那个多的场子去出彩流体，所以 TP 的多的那个场子也就不需要了，那 TP 就会减少被投入，那彩流体也会被减少投入，其实就差在这边。对，我前面给大家看的构筑其实都没有放彩流体啊，但 TP 存的那套是有放的，就是我觉得增加2卡动的几率，那这个看你想带也可以。然后你想带彩流体也可以，但带彩流体就是不可能带超融合，就这样，就大家可以自己做选择。我觉得彩流体真的没有不好，就你不要觉得带彩流体是比较落后的构筑，千年只是完全带不下彩流体而已，陀螺也不太好带下，因为你要带那个黑天使。对，但你如果是纯的话，我觉得带彩流体真的没有什么不好，就它会很明显的让你中场的强度更强一点。虽然马丽斯神功防火打完，在大部分的场都会赢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彩流体比较少投入。但有时候你只能做单防火的时候，那个彩流体跟防火就会有那个作为主抗质量上的差距，就我觉得是这样子的。所以，现环境虽然是减少投入的，但大家还是可以就是看自己的想法去做选择啦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卡片最糟就是额外要吃一堆，这个比较糟，对，大概就这样。暗灵使我觉得现在有点像必带的一个组件，就它内战确实很好用，然后甚至你如果有超融合的话，暗灵使就更重要，就暗灵使就会很常可以用出来，所以还蛮推荐带的。对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对，你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大概就这样。好，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频道，大家记得按赞，好不好？记得按赞。那只要过400个赞或是1万观看，我就会赶快更新那个马来斯的教学影片啊，好不好？那大概就这样。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 FC 加 J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